不打了，不打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向爱国的李景亮竟然对自己的同胞痛下死手，硬生生当场砸断了脖颈，而且还生怕对手还在喘气，赶紧连补数拳，彻底打飞对手。只因这一次他的对手是一个人人喊打，只要是中国人都会恨之入骨，恨到牙根直痒痒的大汉奸。他便是来自于中国台湾的刘家鹏，他崇洋媚外，数典忘祖，从小便痴迷日本文化，成年之后便跑去日本学习柔术，经常在日本发表一些辱华言论。而且为了能够在日本拳坛站住脚，他竟然当众下跪磕头，认作日本人为干爹。而且为了向日本人谄媚，他竟然在擂台上完全无视裁判的劝阻，无视规则往死里打自己的同胞，只为向日本人邀功。然而面对中国民众的口诛笔伐，他竟然公开表态自己投错了胎，他本身就应该是一个日本人，并且表示要用日本空手道和柔术血洗中国拳坛。面对嚣张的汉奸，李景亮主动申请出战，势必要亲手铲除汉奸。李景亮征战国际拳坛多年，成为了国内公认的综合格斗一哥。他有着野兽般的进攻，重炮般的铁拳，以及令人感到发指的抗击打能力。而且他也是公认的爱国选手，无时无刻都在告诉全世界，他来自于中国。中国力量！好，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注意看左边的蓝方选手李景亮，右边的红方选手大汉奸刘家鹏。这个大汉奸可谓是相当的可恶，他为了献媚日本人竟然是跑回了中国大陆表示要血洗我们中国拳坛，而且还会用日本的空手道和柔术。这个家伙崇洋媚外，数典忘祖，放着好好的中国人不当，跑去给日本人当狗腿子真是脑子我觉得烧坏掉了。站立断头台，舍身飞身断头台。李景亮这下是真的要下狠手了。对方练习的是日本的空手道和柔术，而李景亮是练习我们中国的摔跤、棍跤。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而且李景亮的摔跤能力非常强因为他12岁开始练习摔跤，而且从小干农活，来自于新疆塔城。原本是打算做一个职业摔跤运动员，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走上了格斗这条道路。因为他发现只有在格斗擂台，他才能够迎战更多的日本人或者汉奸。双方换一个位置，但是姿势不变。我们总说打日本人下手要狠，但是我觉得打汉奸下手要更狠，因为这会起到一个杀鸡儆猴的作用让这帮有歪心思的人看一看背叛祖国的下场。现在李景亮在下位不着急，因为这个大汉奸刘家鹏所学的日本柔术，他是以控制为主，没有什么太多的打击动作，更多的是以降服为主。其爆发力不是很强，但是比较粘人比较抗揍。李景亮通过下方这个角度转了出来，但此时自己的手臂被对方的剪刀脚已经控制住了。旱地拔葱，这下对方的脖颈恐怕是不保了。有一次又一个2次旱地拔葱，我现在感觉对方已经是快不行了，但对方还在用着日本柔术的一些技术特点，比如说用双腿控制住李景亮的脑袋。这个角度看一下李景亮怎么处理。对方这个扣还在，他用腿部三角锁打到了李景亮的头上。
哦，又一次，哇，第3次旱地拔葱，好，连续的砸拳，哇，结束了，比赛结束，哇，整场比赛3记旱地拔葱，彻底打飞对手。好，上一场比赛我们见识到了李景亮强大的爆发力啊，他可以旱地拔葱，摔飞对手。而这一场比赛，你绝对会领略到李景亮强大的抗击打能力和无敌的反杀能力。好，注意看这个角度和上一场比赛非常相像，同样的角度，同样的招式。看一下李景亮这一次还会不会选择飞身断头台。哦，对方的力气很恐怖。现在处于上位的便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罗仙尼啊，他也是一个以摔跤系为主的选手，和李景亮非常的相像。对方拿背了，而且左腿的扣已经是搭进去，哦，右腿也搭进去了。李景亮现在很危险。This position, I feel definitely Rossini's got the advantage. Taking the back, got both hooks in, working the choke. Doesn't look good for Lee. He needs to make a move. 我们仔细看对方的两条腿啊，两个后脚跟啊，卡住了李景亮的大腿内侧。这样一来，李景亮是没有办法站起来的，而且整个下半身呢已经被对方控制住哦。而且我们看对方的手臂裸脚已经成型。Well, definitely, it's not the position you strive to be in. It's definitely difficult. Oh, it does not look good for Lee. 哦，仔细看李景亮的表情非常痛苦。这是一个裸脚技、降服技啊！如果用力的话，可以掰断别人的脖颈。李景亮还在支撑，他现在完全在凭借意志力啊，在撑着。好，又一次的尝试，不过这一次呢，对方的手臂并没有插到李景亮的下巴里。这个角度是不会产生窒息感，他必须要卡到下巴下方，也就是勒紧脖子，才可以产生窒息的效果，也就是降服成功。And this is the joy of MMA. We've seen it standing up in the previous fight. 刚刚在第一回合，李景亮的确是开局不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二回合的精彩表现。大家不要认错了啊！蓝方选手黑色拳套是李景亮，而红色拳套便是罗仙尼。哦，这个角度，两个人啊，这打出擂台了吧？这就是橡皮围绳啊，打综合格斗的坏处，因为你会一不小心啊，就会跌出擂台。所以说，现在主流的综合格斗所用的擂台基本上都是铁笼网。Well, Mike, you must have spotted Rossini's strategy. Get in quickly, take it to the ground. He's done a terrific job of it in the first round, and he's doing a good job here in the second. 哦，在站立上，对方完全拼不过李景亮，这就是散打高手。哦，漂亮！哇，这一下反转我们没有见过。断头台，这一下换成了李景亮做断头台。这个角度已经非常深了。如果再用点劲儿，对方的脖子可能会当场断掉。对方还在坚持吗？哇，他的意志力也很顽强。哦，他不是顽强，他是已经晕了。哦呦，整个人已经直挺挺的挺尸了。好，比赛结束。这场比赛我们看罗仙尼，他的口水都被勒了出来。这个裁判我只能说有点不尽职啊，有点不专业。好，这场比赛李景亮非常的威猛，他不仅扛住了对方的裸脚，还用断头台的方式啊降服了对手。好，恭喜李景亮，咱们下期视频再见。觉得掌声漂亮。老外被击倒后不服邱建良，张口就骂，邱建良彻底被激怒，把对手打飞出擂台，多次干趴在地，打得对手心服口服。我的拳头专打中国人，只要邱建良敢站在我的面前，我就敢保证亲手打死他。
我们有请本场比赛红方2014年 WRF 65公斤级洲际金腰带，14年、15年泰国 S1 世界级金腰带，16年 WRF 67公斤级世界功夫王者，2017年 GOH 羽量级初代世界级金腰带，目前世界排名第1，有请邱建良。好，观众朋友们，视频当中正在出场的选手便是中国坦克邱建良。那相信对于邱建良，观众朋友们肯定是不陌生了。他技术全面，拳腿快如闪电，而且拥有着极高的拳商啊，他可以说是我们中国拳击界学历最高的。当然，我认为这个拳商啊也是最高的。擂台上灵活多变，可以随时改变战术，让无数对手呢是摸不着头脑啊，根本是摸不透邱建良。而邱建良的拿手好戏，相信观众朋友们肯定不陌生了，那就是神龙摆尾。如今邱建良已经把这一招啊练到了炉火纯青，巅峰造极，让无数老外都拜倒在这一腿法之下。我们有请来自西班牙伊萨查蒂。好，这场比赛邱建良的对手也是来者不善，他是一位来自于西班牙的斗牛士伊萨查迪。好，这家伙身高180，臂展181啊，无论身高还是臂展都比邱建良足足高上了10公分呐。这场比赛可以说是邱建良啊有史以来打到过身形差距观众朋友们最大的一场比赛了。好，我们注意看，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红方选手白色拳套邱建良，蓝方选手黑色拳套啊，西班牙斗牛士伊萨查迪。好漂亮，哇，这一下很漂亮啊，这就是邱建良拳商极高的一个表现。他观察到伊萨查迪的这个身高偏高啊，所以说重心肯定是不稳的，先砍腿啊，先探一探对方的虚实。这拳商非常高的一位选手，对，尤其是他在场上灵活的步伐还有线路的转变，让很多的对手啊真是非常的头疼也是让人看到了他的这个在这个多面发展和这个对比赛当中的雄心啊。是这场比赛不止在身高上有差距，在体重上邱建良今天也是跨量级挑战这个伊萨查迪。邱建良的观众朋友们是一个非常喜欢突破自我、挑战自我的这么一个汉子，经常喜欢跨界打一些比赛，比如说跨界打拳击啊，跨界打泰拳啊，或者像现在一样这个跨级别打比赛。介绍到了伊萨查迪，他的身高是1.80米，臂展是1.82米，历史战绩29战27胜2负，27胜当中25次 KO。对，这是刚才实际上查迪是想要去摔邱建良，对，但是要摔邱建良可不容易啊。那可是。现场的观众又响起了热情的为邱建良加油的声音。漂亮。好，看来今天邱建良很清楚，知道你啊大高个啊，你像个吸收杆一样，但是你的重心呢就是不稳。一扫腿已经是2次有效果了。这场比赛别看对方瘦，但是观众朋友们啊，他的 KO 率相当之高了。上战绩29战27胜，其中有25次 KO 率高达 92.5%。哇，这个 KO 率简直恐怖。邱建良不过才 60%， 然后击的对方的要害。邱建良漂亮，后手直接打转身后身。好的，前手把这手打退了，跳膝，哇，直接把对手。对，这个观众朋友们，这还真是头一次看到邱建良把对手啊扔出擂台，这个场面很少见。阿良之所以如此愤怒，是因为这个西班牙选手太过于猖獗啊。虽然对方表示说呢，邱建良，如果你想多活2年，那你就赶紧下跪投降啊，否则明年的今天啊就是你的忌日。这个伊萨查迪他是西班牙排名第1，也是一个无情的 KO 狂魔，人送外号斗牛士。但是他的目标呢不止于西班牙第1啊，他想成为世界第1，所以说呢也是向邱建良发起了挑战。好，接下来准备看一下双方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第1回合毋庸置疑了，邱建良是顺利拿下，但是第2回合不好说了，因为双方已经热身完毕，肯定会越打越精彩。然后对于邱建良来说，其实这场比赛的备战呢，后手漂亮，转身后招，
哇，邱建良的这个转身的回旋踢啊，是非常的炫酷。对，这个比赛其实看起来是非常赏心悦目的。一个呢，我们看到了伊萨，他是一个进攻火力非常足的。对，我们可以用这边刚才袭击。邱建良这边主动选择缠斗啊，应该是被对手打得有些晕了。对。非常的危险啊，观众朋友们，邱建良刚刚开局被对手一个顶膝啊，现在顶的是有些头脑发晕了。多亏邱建良的抗击打能力还算到位，一定要小心，因为这个伊萨查迪呢，他是具备一击必杀的能力，参考他的 92% 的 Q 率啊。邱建良今天无论如何呀，千万要小心。建良在场上更像是一只迅猛龙，后手摆拳，两种不同状态的打法，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提醒不要缠抱，邱建良也要打得更警醒一些。对手刚才顶膝啊，威胁很大。漂亮，直接踢到了对手的支撑脚。因为邱建良一直是在换对手，从谢尔西到沙玉郎到最后的伊萨，所以说在这个时间当中，对于备战来说制定战术是一个问题。但是对于邱建良来说，现在呢在场上我们看到应对的方式还是非常的科学的。转身漂亮！观众朋友们，邱建良的神龙摆尾果然是名不虚传。但是刚刚这脚踢完之后啊，我们看伊萨现在是有些不服，他在向裁判表示抗议啊，他说他不是被踢倒的啊，他是不小心滑倒的。他现在就是煮熟的鸭子，这个伊萨就剩嘴还是硬的。双方的身高差距邱建良在对手伊萨的怀里的时候呢，我们看小鸟依人啊。双方的换拳，邱建良这一波换拳，邱建良是稳赚不赔啊。转身，两个人打得太漂亮。邱建良今天是遇到了一个火力很猛的选手，所以他也把自己的火力完全发挥出来。哇，连续倒地多次，都是被踢了这个支撑腿。而且这一回合两个人都非常乐意于用这种转身的这种动作。从视觉画面上，还是现场观看上，都是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的。对，裁判再次提醒伊萨不要缠抱。实际上伊萨呢这个选手也不想缠抱，他在以前的比赛啊从来不缠抱别人，但今天没办法了，他打不过呀。面对邱建良这台坦克，他打不过，不搂抱没办法，不搂抱只能吃拳。好，第二回合比赛结束。那相较于第一回合来讲啊，第二回合打得太精彩了，双方真的是火力全开啊，从头打到尾。好，这场比赛经历了2回合的对决，接下来看一下双方第3回合的生死较量。好，第3回合。邱建良直接扫中断对手连续的左右摆拳。中扫。对方这个护头的这一下还是非常的机敏，是防守报价非常的稳健。高扫，刚才是连续中扫之后啊，来欺骗一下对手，直接换了高扫。但是伊萨的防守也是很严谨。是。好，我们出去看现在伊萨的眼神和他的步伐。连续的左右开弓，能看得出来伊萨现在是非常的着急啊，他的确很着急，因为前2个回合都输了。这一回合如果想赢的话，他打分都不行啊，必须要 KO 邱建良。但是我觉得想要 KO 坦克邱建良啊，观众朋友们还不如买一张彩票来的实在。对，不要缠抱。后手，高扫将擦过，漂亮！左右两边开弓的高扫，打身体，连续的打佛上勾，伊萨提膝。邱建良跳膝挤到了绳脚，连续输出。伊萨还没有从这个神圈出来，所以说你也不用觉得伊萨狼狈，因为他面对的是谁呢？是世界第一邱建良。对，尽管邱建良不在自己熟悉的这个体重级别，但是依旧打得非常的有霸气。刚才上勾打中，伊萨眼神一度有所涣散。是。明明这一回合观众朋友们想翻盘的是伊萨，结果反倒是邱建良啊，越战越勇，越打越猛。而且邱建良的体能啊是真好啊，观众朋友们。
好漂亮，又是小腿。实际上去起来，我觉得今天啊，第一扫都踢少了，多踢一踢，这个伊萨可能在第2回合站不起来了。我们现在看这个伊萨的移动能力，走路有些发晃。直接击倒了，直接击倒了，是一个前手的平勾。我们看脚下已经发软了，站立，好，勉强站起来，继续。邱建良应该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把对手挤到了绳脚边。好的，还在往里猛攻，连续的前比赛要反击，否则裁判会叫停比赛的。现场的观众朋友已经沸腾了。伊萨这个顽强的支撑能力啊！之前我们说他是4人赛之王，这场比赛果然看出了他这个非常顽强的这种对抗的精神。再来踢支撑腿，后手又一次被击倒。裁判觉得这是被推倒的，所以没有读秒。是，但是伊萨你看起来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前腿啊被连续的这个击打之后，显得非常的难以支撑。26，2号裁判员30比26，3号裁判员30比26，比赛结果红方胜。好，观众朋友们，没有悬念，让我们恭喜邱建良。那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在这场比赛之前，没有任何人敢相信一个替补出战的小将会战胜一个日本排名第1的拳坛王者。直到55秒后，他将用不可思议的表现震惊日本拳坛。原本这一场比赛的原定参赛选手是中国铁臂侠郑军锋。郑军锋早在1年之前便来过一次日本，并爆冷击败了当时不可一世的日本拳王卜部宏松，一战成名。当晚让全场的日本观众鸦雀无声。自此，郑军锋和日本拳坛的梁子算是结下了。1年之后，郑军锋再次来到日本，上一次他的手下败将卜部宏松的弟弟卜部公也便主动申请出战，要为哥哥复仇。但是在比赛前一晚，郑军锋因为意外受伤，无奈只能退出了第2天的比赛。此时急需找到一个人来替补郑军锋出战本场比赛，但在如此紧急的时间，实在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无可奈何之下，只能把一个22岁一脸稚气的年轻小伙朱帅推上了擂台。但这一场比赛对于一个刚初出茅庐完全没有大赛经验的小伙，可以说这场比赛获胜的可能几乎为0。因此在上场之前，所有人对朱帅的嘱咐只有一个，那就是不要输得太难看。好，双方这场中日大战已经开打。注意看左边红色拳套的红方选手小将朱帅，而蓝方选手便是当前日本排名第1的卜部公也。又一个后手，日本拳王卜部公也他被击倒了。当前排名日本第1的卜部公也，我们看开始了读秒，有点晃，裁判终止了比赛。这场比赛无疑是中日拳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爆冷，太不可思议了。一个刚出茅庐的小将竟然 KO 了日本排名第1。我们再看一遍精彩回放。这是个迎击拳，打得非常的准。好，上一场比赛可能结束的是稍微有一点点快啊，很多观众朋友们还没有看清朱帅真正的实力。如果说上一场比赛是靠了运气，那这一场比赛绝对是靠了实力。好，我们注意看红方选手白色拳套便是中国的朱帅，而右边的蓝方选手便是来自于巴西的天才少年法布里安德拉德。上战绩20战18胜2负，他目前是我们亚洲最大的格斗赛事万冠军赛的世界冠军。可能比较熟了，他来武林风打过几次的，他打63公斤3局战胜方飞达，打60公斤呢是2回合西级的这个卢拼搏，然后还有点胜的陈勇。那赛前我们的严雄老师日本的特别跟我打听的这个法布里的实力啊，因为他很担心未来不知道是不是由他会来挑战朝九玉桂啊。他既然向你打听，就可见在他的心目当中法布里是有这个实力的。是的，是的。我们这位年轻的选手朱帅也是在我们这个擂台上逐渐成熟起来了。对的。
今天的这个短裤也很跟这个季节很相配，我觉得冬天了穿了一件带毛毛的短裤。是。那上一次啊，在我们的武林风60公斤级世界杯一轮游啊，对上法国的丹贾尼啊，因为对方的拳法比较突出，也把距离控制得比较好，所以我们的朱帅无缘晋级到决赛。看一看他今天的状态怎么样？是。这场比赛对于朱帅来讲啊，还真是一场证明之战。因为上一次击败了卜部公野，有很多人认为朱帅是运气好啊，走了狗屎运啊，蒙中了一拳。要不然凭硬实力他绝对不是对方的对手，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啊，有很多人都这么说。所以说此时的朱帅非常需要一场硬仗啊，一场真正的对手来证明自己。而这一场的对手法布里则是最好的人选，他年纪和朱帅相仿，而且也是一个天才级的选手。看呢，过去他的拳法是带着巴西的一个狂野，比较乱，现在非常规范，要小心。现在你看这个法布里场下的一个教练慢条斯理的来教他要怎么打拳，节奏控得很稳。我不知道法布里能不能够听得到啊？是，因为他声音也很小。是，也很小，应该是听得到，他才会那么小。漂亮！这个整个分散式的攻击让朱帅不知道怎么去防守。对。而且你看这个现在法布里具有这个身高的优势，然后又能够换架，然后他的拳法呢现在更细腻了，包括他的步伐很有飘忽的这种阿里式的感觉啊。哇，糟糕啊！这回合朱帅被打到好几次啊，都是有效的击打。尽管比赛一开始朱帅这边的进攻打得非常的凶狠，压迫力十足，但法布里这名天才少年他也不是面团捏的啊，超长的臂展再配合灵活的闪躲，让朱帅也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啊打开局面。现在比赛来到第二个回合了，在第一回合朱帅明显是拼拳啊没拼过，因为两人在臂展上差了20多公分呐，这已经是很离谱的一个差距了。但朱帅踢腿没错，拼前拼不过那就拼腿，一寸长一寸强。因为法布里的手很长，他喜欢呢拳法落空之后整个就是老鹰抓小鸡般抓过来做膝撞，现在是还没有，纯粹打拳击。对，他可能觉得目前打拳击还是能够占优的，因为现学现卖嘛，刚练。对，我想玩哇，这个才让我们想不到了。是，没想到。这个应该是没什么机会了，恢复不过来了。好，观众朋友们，精不精彩，好不好看？我们熟悉的左手平勾，在上一场比赛朱帅就是用了这一招啊 ，KO 了卜部公野。这场比赛朱帅用真正的实力证明了自己啊，自己不是偶然的，自己不是运气好，自己是真的有本领。好，恭喜朱帅！同时也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我们要再看一下慢放，真的朱帅这个太让我们想不到了，太漂亮了。看一下，换拳，有这个换拳，致命的一个错误。哇，这个拳法还是细节还是没有做到。对。我操！注意看，嚣张的韩国人以为中国选手是软柿子，动手动脚，故意推搡。中国选手丝毫不惯着，当即霸气回怼。上台之后，更是用中国武术教他做人，揍得他抱头鼠窜，哭爹喊娘。好，这场比赛是观众朋友们最喜欢看暴打韩国棒的精彩对局。要说全世界谁最会欺软怕硬，那我估计韩国人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了。即便是美国人和日本人在韩国人欺软怕硬这一块，估计也得甘拜下风。据有效数据统计，在比赛开始之前，尤其是拳击比赛韩国选手的挑衅率高达80%以上。也就是说，10个韩国选手当中有8个人会去挑衅对手。就像赛前黑色裤衩的红方选手韩国的池昌旭，这个小子披着韩国的八卦国旗，当众推搡我们中国选手。他以为我们不会还手，结果中国小伙当即回怼，然后他就蔫儿了，就像是这个冬天这个秋天双打的茄子，他蔫儿了。而这场比赛的中国选手便是红色短裤的蓝方选手张正勇。
他在11岁时便被父母送到了少林寺塔沟武校学习传统武术。打晃了，对方的反应很迅速，下潜抱摔终止我们的进攻节奏。哇，这个家伙劲儿还真不小。今天他们两个的战斗风格是完全不同，一个就是赖赖唧唧偏柔术和摔跤为主的韩国棒子，而张正勇他便是传统武术风格更浓一些，拳腿功夫更好。也就是说我们打站立厉害对方呢这个赖赖唧唧在打地面比较厉害一些。裁判看不下去了，因为对方他只是黏住你但不进攻，在裁判的眼里这属于消极比赛。实际上对方他并不是一个纯种的韩国人他其实是一个蒙古人，来自于蒙古国，但是他现在的国籍是双国籍，蒙古加韩国。没错，他投靠了韩国棒子。放着好好的牛羊肉不吃你非要跑去韩国吃泡菜，那没人拦得住你。小心张正勇，哇，拳法抡得太猛了。别看张正勇的身高不高但他绝对是一个十足的小钢炮，打法非常的凶，很有勇气，正如他胸口纹的4个大字虽死不败。大家可以暂停仔细看一下4个大字，虽然说这个字体呢不太好看但是呢意思表达到位了虽死不败。好，双方的比赛来到第2个回合，大家不要认错了红色短裤中国选手张正勇，而黑色裤衩便是韩国选手池昌旭。他以前应该是有一个蒙古国的名字，但叫啥不清楚好漂亮，哇，启动速度很快。实际上在身高和臂展上，这个韩国选手都占据优势，但他的战力水平实在太烂了。下潜抱摔，没有任何假动作，直接偷袭。但郑勇的防摔能力的确是差了一些。现在是半跪在地上。顶膝。在战力上，我们这边给到的压制力还是非常足的。连续的摆拳追击，大开大合的拳击风格很有观赏性。主要是够不着对方除了跑就是跑。现在蒙古人加入韩国国籍呢，已经是一个家常便饭，非常常见的事了。观众朋友们，这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儿。因为现在韩流已经是席卷了整个蒙古国。当年韩流也想席卷我们中国，但是国家出手非常的及时，把他们赶了出去。蓝牌警告，现场裁判警告了韩国棒子。原因呢是对方太过于消极，不出手。的确，因为他除了摔我们以外，几乎是没有出过拳或者腿。好，比赛继续。现场裁判还算是比较的这个专业。张正勇疯狂的大力摆拳，很彪悍。对手下潜抱摔，这下终止了郑勇的进攻节奏。而且对方的这个力气的确是很大浑身蛮力。但是他的地面技巧也不强，他只会摔把你放倒。像其他的什么地面砸击地面控制目前来看他的技术水平呢的确是不高。这么不高，他是怎么敢赛前推搡我们呢？好，双方的比赛来到最后一个回合。大家不要认错红色短裤中国选手张正勇而对手没错
下线抱摔的便是韩国选手池昌旭。张正勇在比赛结束之后啊，赶紧请一个摔跤好一点的教练吧。这个防摔还是要练一练。这场比赛呢，几乎是都没有防住。好，大力摆拳，疯狂追击。好，这一下还是没防住。在防摔技巧上还差了一些啊，站立水平没得挑。实际上我们国内的很多综合格斗高手啊，都是先从站立高手慢慢的学到了这个地面技术，像张伟丽，包括3大大满贯王聪，宋亚东，这都是先是练站立，后是练摔跤。所以说呢，不着急，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精通站立啊也没问题啊，总要有一样东西啊能拿得出手，就怕你样样通样样松。好漂亮，两拳。这场比赛没那么激烈的原因呢，只有一个，就是对方啊太怂了，满场乱跑，满场乱钻。主要是我们想打，但打不起来呀。好，前手的摆拳，后手来一个。哦，抱头鼠窜，这下真的打到抱头鼠窜了。又一次下潜，终止我们进攻节奏，但比赛时间马上结束。好，这场中韩大战终于结束。虽然说韩国选手赛前叫得很欢啊，推搡又叫嚣，但没有想到上台之后啊，软的不行啊，被我们中国选手全程站立吊打。虽然说有很多次的成功抱摔啊，但他的每一次抱摔都是没什么用的，没有任何杂击啊，后续的补全。所以说3个回合对方的分数不出意外的话，那应该是相当的低了。哦，没有意外，恭喜中国选手张正勇获得比赛胜利。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